大家好，我是陈龙宇。好，我们这一个单元要讲的是科学破解电梯对大门。好，那为什么强调科学哈？因为我们是以实验，以实验来破解这个电梯对大门的一些迷信也好，或是伪科学也好，我们会用3个实验，包括气流的，还有电磁波的，还有声音，这3种实验。好，坊间对这种电梯对大门这种讲法，一般就是分成什么？分成2种，一种就是迷信，就是迷信；第二种就是伪科学。啊，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别人讲怎么样，然后他完全不去深究，不去考究，然后就一昧的相信，这种叫做迷信。另外一种是他不迷信，不采信坊间的讲法，但是他自己用自己一套以为是科学的理论去解释。像这一种的话，是伪科学，因为他的科学论法是错的，而且他没有实际用真正科学的方式去论，只是把理论把自己理论讲得很科学。那等一下这2个我们会来讨论哈。我们这里面的文字内容都是取自于文心一言。文心一言就是百度的类似像 ChatGPT 的那种程式然后我问他说这个电梯对大门吉凶如何这样子。好，为什么我要用这种文心一言因为它不会针对某一个老师或某一个网站，它一定是取那一种大数据比较多人用的观念这种方式。好，那这也比较有代表性代表黄健老师的论点啊。好，然后他说大门对电梯的风水，在风水学中通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这个是文心言讲的好，第一点他说风水学上的不利解释他是针对风水学的这个就是我说的迷信派的那一个他说有冲煞与煞气啊，在风水学中，大门是气口。如果大门正对电梯，会被视为患冲煞，称为开口煞。然后他说，这种煞气会对家中的气场造成不利的影响，导致家中运势下降，可能引发破财、健康运不佳等问题。好，那他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就给你一个名称说因为大门是气口，大门正对电梯这个叫做开口煞有的讲虎口煞有的吓你更严重的他讲虎口煞。好，然后他也不会讲说为什么，他都没有讲理由，这种就是属于迷信派的嘛。好，那他的理由其实就是指说电梯它口它的门打开了，它就形成一个大口，因为电梯的门比我们家中房门大这个是什么小口见大口。好，然后其实看论法一般阳宅的论法是指说，你如果小口见大口，然后这个小口气会被大口给吸走。尤其他说电梯电梯这种上下运动有没有？上下运动的时候，它会带动气流，然后会把家中的宅气往电梯吸走这样子。这个是我在看其他的网站上面解释的了然后文心一言他并没有这样解释，他只有把结果写出来。好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做了一个这种点香我们点香的一个实验这是我家我家的门口点了一炷香，然后来看看说这个烟电梯打开的时候，我的烟会怎么跑。那我这边解释一下我这个家里门口刚好就是正对电梯，正对电梯口所以刚好可以做这个实验。好，那我们看一下喂你看它就往这边跑了没有？往我屋子里面跑的然后打开了你看那个烟是怎么跑的？一样有没有？一样是我往我屋子里面跑的那这实验证明什么这实验证明说，
电梯打开的时候，家里的气流它并不会被电梯给吸走，好，而且根本就没有改变。然后为什么我那个会往里面走哈？那个是因为啊，我们这个电梯间它两边都有窗户，哦，所以气流它会往我家里这样子哦流进去，哦，这个是蛮正常的现象哈。而且我们那个晚上跟白天不大一样，白天会流出去，晚上会流进来，哦，那个我做过实验哈。好，结论就是说，我家这个气流的流动根本跟电梯完全没有关系。从刚刚的实验哈，这个很轻而易举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它并不会存在这种什么气口开口煞哈，这种对它根本是没有影响的。好，再来，他讲说哈，电梯门频繁开合会带动周围的气场波动，这种不断变化的气场会冲击大门，使家中的气场难以保持稳定，从而影响家人的运势和健康。哦，这我刚刚做过实验的，你气场如果会变化的话，那个烟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流向，但是结果都没有，哦，所以它根本就没有气场。哦，其实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做实验的，这很简单嘛，这种实验很简单啊，所以它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气场变化啊这种东西。好，再来又讲到说哈，这个电梯里面哈有这个阴气跟不良的磁场，这个是伪科学论法。他说电梯作为公共交通工具，上下往来人口众多，但并非时刻都有大量人流，因此可能带有较重的阴气。为什么这样子就叫有阴气？你想想看哦，如果要比人流的话，你觉得电梯里面的人流比较多，还是你家里人流比较多？有的现在家里是小家庭，可能就是有夫妻两个哈、还有小孩子，可能两三个人而已。而且你家里的空间比电梯大了多少倍，对不对？然后你家里可能就只有两三个人，然后电梯这样子上上下下那么多户哈、的人，这样子人流怎么可能会比你家里少，对不对？那人流多的话，照理讲阳气比较重啊。那正常一般家里那么大，人流又少，那照理讲家里的阴气不是应该就比电梯还要重？所以电梯它属于阴，它其实并不是因为人流的关系啦。照理讲电梯属阴，它是有第一个哈，是它没有照到日光哦，没有照到太阳哦。一般的电梯哈，一般都没有照到太阳，没有照到阳光。哦，因为这样子哈、所以比较阴啊。那第二种讲法是因为，电梯它可能有到地下室去，有没有？它会到地下室，地上比较有阳光，地下就比较阴，这个是基本知识哈。所以第二个是这样子，这两个，然后第三个是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金属做的，金属的话是属于比较阴的，大概是这三种解释啦。那比较阴，这有没有关系？这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很多老师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你家的大门，像我这房子哈，我的大门跟电梯门两个你要同时开的几率是多大？如果是我的话哈，几乎是没有。像我自己一定是电梯出来之后，电梯门关了，我才有办法开大门进来。然后我大门一天开不了几次嘛，电梯门它的开的次数也不多。那你说两个要刚好碰在一起，我现在住了快1年了哈，我是还没有碰到。那你既然这种几率很少，那怎么会影响你呢？如果会的话，应该是你大门打开，电梯门也打开，然后电梯的阴气跑到你大门里面去。而且我们刚才做过实验的呀，我们刚用那个香做实验，电梯的气流根本对大门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这个阴气对你家，对我家根本是没有影响的。所以他说，如果大门正对电梯，可能会将电梯的阴气引入家中，对家人的运势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这个不会的，我们刚才做过实验的了。就算会的话，你家里的门跟电梯的门，你也没有同时打开，对不对？那气怎么可能会跑进去？好，再来就是电磁波的影响，电梯的运行还会产生不良的磁场，那这种磁场容易对大门造成冲击，扰乱家中磁场的稳定，进一步影响家人的运势。好，那这种因为磁场我看不到，
我也不敢说没有做实验就反驳，那所以我们就来做实验哈。那这个表格哈是德国建筑物生机的建议啊，那这个表格是我看到里面最严苛的啦。好，一般每个国家的那个有害的范围好像都不大一样，有的很宽松。那这张是我看过最严格的。好，我们底下来做实验。第一个实验哈，这个是在我家的一般的空间，就是没有靠近大门，电梯对大门，我就不靠近大门。我在我家这个随便找一个地方，找个墙壁这样子来看，因为这个有点太小了所以你这看到的数值上面这一格是1.34 mg，这个 G 是高斯，第一个是电磁场电磁波，那这个毫这个 m 是10^3啊。好，那第二个这个是0，它单位是 Vm。第三格这个这个数字会跳，因为它比较敏感。它的范围大概是在341.8，最高341.8缪瓦 m 平方。这个缪是10^6次方然后最低的话是49缪瓦，然后平方公尺。好，那你看一下这个有点小，你们可能就是要注意看这样子可能要近一点看得到。我把这个数字给标出来。那你对照到这个，你看第一行跟第三行两个是对调的我那个仪器跟这个是对调的。我这1.34 mg，所以我已经超过那个属于是1.34嘛毫 G，所以我的范围已经属于这一栏的强烈干扰。不过强烈干扰一的话是还好啦，它最高5嘛。一的话是介于它轻微干扰跟强烈干扰之间。好，那我的低频的是0，然后这个无线电的这个磁场介于49到341.8缪。好，那是看它是属于哪一个？49是属于这个强烈干扰这一个然后大于100的话就已经是极强干扰了。这个是很严格的标准你如果去查台湾的标准那个翻很多。这个是平常的环境好，那你再看这个是我拿到我靠近我家大门的地方，是我家里面离电梯最近的嘛。但是在室内先量室内所以你看到这个数值它还的比较少它是0.98，第一个是0.98G。好，然后低频这个比较高3V，3V，然后无线的那个是9.49而已，9.49缪瓦 m 平方你可以看这个就可以看得到数字那我用错了应该是这个是在我家已经打开门的，这个数字是打开门的不好意思然后这个才是我家门里面的，我用错了所以这个门内的这个才是0.98 mg，然后3V，我把它顺序弄颠倒了然后9.49缪 W m 平方然后刚刚那个这个是在我们门的中间，就是我把门打开放在门的中间这个的数据是0.96 mg，然后珊瑚特9.49，差不多差不多，跟着差不多，差这个0.02而已，其他都一样所以没有差，门打开跟没打开其实差不多。好，这个是有没有？这个是我大门在这边嘛我在这边量的这个数字好，那再来我去电梯口那边量，我是量两个就是电梯的门没有开的时候，未开跟已开。好，那未开的数字是1.02 mg，这其实都还是正常值的。珊瑚特9.49缪 W m 平方，这其实这个都是算很低的。然后电梯门一打开的时候这个反而变少0.96 mg。
啊，零虎这变少，然后9.49这没有变啊，你可以看哈，好，这时候电梯没有打开啊，好，那这时候电梯打开了啊，好，这是电梯嘛，啊，所以其实哈，这些实验可以证明什么？证明说，啊，电梯的电磁场根本就是安全范围里面的，哦，所以它根本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家里的电磁场。我在我家的随便一个地方量，反而还比我在大门口那边量还要高。那我再多做一个实验哈，我做什么实验？我就把手机啊，我的手机放在这个测电直播这边，你看一下数值哈，它的数值会高到你不敢相信哈。我直接放手机在旁边，然后打开那个4G 的通讯哈，它的数值是这样子哈。这个比较少哈，因为它不是电磁波的东西哈，1.55，然后3V，然后这个是最大无线哈，那个是最大的，最低的时候是44.3，它是好哦，它是10^-3次方哦，刚刚我们量10^6哦，现在10^3哦，这样子好，然后它有变化到哈67.9这样子，它是10^3哦，然后变成什么 OL 超过了，已经超过，已经量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很大哦。你看，我用给你看哦。你看底下这个数值有没有一直变？好，一直变，然后变 OL。你看，好，而且我还没有发讯息过来。如果你发赖发那个微信什么，还是打电话进来的话，那个会更强哦。我做过实验哦。好，所以你看哦，我们取这个，好，我们不要取 OL，OL 已经量不出来了。我们取这个，好，你看，你把这个67.9，好，乘以10^-3次方，你看你除以我们那个在门的中间那里哈，量了电梯对我的影响哈，我是9.49，你看我是缪，所以是乘以10^6哦，你看这样除出来的话是几倍？是7155倍，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你手机有在通讯的时候，你有开4G 或5G 的通讯的时候的那个无线电的那个电磁波，是电梯它的无线电磁波的7000多倍。所以你不怕手机，你整天拿手机在身上，你都不怕了。结果怕坊间老师讲说什么大门对电梯会有什么电磁波的危害，那你这样子的话，不是有点奇怪吗？对不对？好，那这个电磁波这个几乎是没有是比较大一点点的，但是这个还好，因为它1.55，1.55对1.29对0.96，那个都还好，那个没有什么增加，增加最多的是这个无线这一种。这边讲的电梯在运行会产生不良磁场，会影响到家里这个做了这实验这种论法就不攻而破了嘛，所以说我说这个是伪科学的论法。对不对？像他怎么讲说电梯会产生不良磁场，会影响家里，这种自己幻想出来的一种伪科学。他连自己去做个这种实验他都不肯，然后就自己乱讲好，那第二点是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啦，比如说隐私与安全。他说，当大门敞开时，电梯内的人可以轻易看到家中的情况，这怎么可能？我家里的大门跟电梯的大门，我说我住了1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同时打开过，因为我们那种大楼的房子就是这样子啊，跟一般透天或别墅型的不一样我们的大门进去之后，我们就关起来了。一般很少人会把大门打开，很少，所以这种其实这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了这可能会降低家庭的隐私性。同时，如果电梯门对大门之间的空隙较小，或没有适当的遮挡物还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所以这个你要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电梯门跟你大门同时打开的几率有多大。好，再来噪音干扰啊，这个我们也做一个实验他说电梯的运行会产生一定的噪音，如果大门正对电梯，
这些噪音可能会传入家中，对家人的休息和生活造成干扰。这个要考虑是什么？考虑大门跟电梯的距离，而不是有没有正对。还有考虑什么？还有考虑那个电梯它的老旧程度啊，有的它老旧的声音会比较大，就是它设备的使用年限老旧，声音会比较大。好，然后有的它是在电梯间的隔壁，它的房子在电梯间隔壁，隔一道墙而已。那一种虽然没有跟电梯的大门正对，但是它反而声音会更大。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噪音的干扰是这样子，并不是跟它相对那一间会最大，反而是你跟电梯间隔一道墙的那一间，反而是噪音最大的。好，那我们也做一个实验你看。好，你看这是分贝，这是我手机去安装那种就是可以测声音的分贝的好，你看电梯在运行，根本指针都没有动啊。它就在这边，这个数值太小了这个好像是有30几而已吧。因为我是半夜录的所以你看这个已经半夜2点多了那时候比较没有人那时候也很安静你看这个根本就没有多少然后它电梯开的时候稍微有咔一声而已打开的时候有稍微多一点点而已大概30几一样多一点点而已，根本就没有影响而且我这个是在门口，我大门打开在门口测的但是一般我们不会一般我们都在家里面，门关起来那我如果门关起来的话，那更小几乎是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这种情况这个要看个人我刚刚讲过就是你要考虑到的是你跟它的距离，还有老旧电梯老旧然后反而是你在那个电梯间隔壁的那一栋的，跟它隔一道墙的那一栋那声音更大然后这个化解方式这个是坊间讲的，这不是我的论法我的论法的话是根本就不用化解。我刚刚讲过，我做那么多实验给你们看的根本就不需要化解，因为根本就不会怎么样。然后坊间的老师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设置玄关或屏风在大门与电梯之间设置玄关或屏风等物来遮挡可以有效阻止电梯对大门产生的冲煞跟不良磁场。这我们都已经做过实验给你看的，它是不会怎么样。那坊间老师常常就这样子这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啦，不是只有电梯对大门而已啦，很多都这样子啦。所以它本来就不会怎么样的东西，然后他就跟你讲的很恐怖，然后再去卖你一些什么自煞化煞的物品。坊间老师常常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同时玄关或屏风还可以作为家中的一道屏障增加家庭的隐私性跟安全性他说摆放风水物品这是黄金老师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在大门处摆放一些具有化煞作用的风水物品，如八卦镜、文昌塔、桃木剑等等他说可以化解电梯门对大门产生的不利影响。这些物品可以产生一定的气场，平衡门口与电梯的混乱磁场。你看这个真的是胡说八道到极点。为什么我们刚刚已经做过实验了根本就不会有气流、有磁场还有声音的影响，根本就不会，对不对？好，那不会的话，他叫你挂这个要干嘛？所以根本就不会影响但是他就把你说的很恐怖然后让你去挂这些东西。好，那就算真的会有这些影响今天假设说真的会有磁场、气流跟声音的影响，对不对？那你挂这些东西，有办法改变它的气流吗？当然是不可能你还不如摆一台电风扇往外吹，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说会有气流进来的话，你就把它吹出去嘛，对不对？你摆这个八卦镜、文昌塔、桃木剑，它怎么会把气流挡出去？根本不可能而且八卦镜、文昌塔、桃木剑这个根本就没有磁场根本不可能改变磁场。你不信的话，去测开这些磁场根本不可能这是骗人的啦声音更不可能，对不对？你几分贝，你挂这个之后，那个分贝数会减少吗？根本就不可能
哦，这三种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改变磁场、气流跟声音啊。那既然不可能改变的话，那怎么会有用？啊、这个要科学来解释的哈、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啊、然后这个是我的联络方式啊，然后有问题的话哈、可以跟我询问。好，那我们就讲解到这边哈、